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大家好，我是老田，欢迎来到丽丽的有机菜园。深秋了，早晨出来已经能够感觉到阵阵的凉意了。现在的昼夜温差特别大，从摄氏10几度到20几度，能有10度以上的温差。这种温度条件特别适合耐寒蔬菜的生长，特别是莴笋、生菜和白菜这些菜。随着温度的下降，霜冻日越来越近了。按照以往的记录，最近2-3周霜冻日随时都有可能到来。所以我抓紧时间带大家看看我们10月的菜园，顺便再聊聊种菜心得。因为霜冻日一到，很可能就没有那么多菜可以看了。霜冻一到，万物凋零，那些不耐寒的蔬菜一夜之间就都消失了。咱们先来看看我身后的这些苗和菜。这些是我在9月30号青菜直播高出苗率的秘诀那期视频中种下的蔬菜。当时主要是散播密植的种子，同时也移栽了一部分葱苗。现在已经过去1周多的时间了，我们看看它的出苗率怎么样。这些是小白菜，整体的出苗情况还是不错的。这个是奶油白菜，长得也是非常的喜人。这个是苏州青青江菜的一种，同样有着非常高的出苗率。这边是混合的沙拉生菜，长得密密麻麻的。这里边包含了多个品种的生菜，现在还太小，还有点看不出来。等它们再长大一些之后，应该就能看得明显一点了。这一片出苗情况算是比较正常的，是芝麻菜。我们揪一片叶子闻一下，能感觉到明显的芝麻味儿。接下来这一排是另外5种蔬菜，这些是甜菜根儿。我们仔细看一下，它的茎是红色的，长得是非常的漂亮。这边这些是水萝卜，也叫樱桃萝卜，整体的出苗情况也是相当的不错。接下来这些长得密密麻麻、整整齐齐的是叶用芥菜，这是主要用来吃叶子的一种芥菜，耐寒能力非常的强。这种芥菜可以在很小的时候就把叶子摘下来吃，非常的鲜嫩。我们一般会让它长得很大，然后吃大叶子。接下来这一些是菠菜。菠菜相较于其他的几种青菜，出苗的速度比较慢，现在才刚刚长出比较小的2片针叶，有些甚至才开始第1片针叶的生长。不过我们不用担心菠菜生长得慢，它的耐寒能力是非常的强的，霜冻日之后还可以继续生长，而且过冬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接下来这一片我们当时撒的是香菜的种子，香菜是这些青菜里边出芽速度最慢的了。看看现在，绝大部分才刚刚长出第1片针叶。香菜也是可以越冬的。我们接着再来看这一片是密植的冬豆苗 Winter Pea， 它的出苗情况也是相当的不错。咱们近距离看一下这一株冬豌豆，然后我们对比一下挨着它种植的普通豌豆。我感觉普通豌豆叶片的厚实程度是明显要优于冬豌豆的。所以说吃豌豆苗和掐豌豆尖的话，肯定还是普通豌豆更好吃一些。不过冬豌豆有着超强的耐寒能力，越冬是完全没有压力的。接下来这一片是郁郁葱葱的大蒜苗。大蒜虽然整体的生长周期比较长，但是出苗的速度真是太快了。这才刚过了1周多的时间就长这么大了。我感觉我们入冬的时候11月份、12月份能吃上蒜苗是完全有保障了。这一片是我们当时播种种子的同时移栽的葱苗，现在也都已经缓过苗，已经开始直立生长了。这些葱到时候用无纺布稍微保护一下，整个冬天都能有所收获。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批8月中下旬育苗、9月中旬移栽的蔬菜现在都长得怎么样了。这一片移栽的是茼蒿，我这里边有2个品种的茼蒿。一种是这种叶子特别多、分枝能力特别强的大叶茼蒿，这种茼蒿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因为可以一直通过掰杆子来不停的收获。看看这个就是已经掰过杆子收获过的了。我们在凉爽的天气环境下种这种茼蒿，可以不停的掰，不停的收获。另外一种就是这种光杆茼蒿了，它的杆子长得特别的高，特别的长，分枝能力相较于刚才的大叶茼蒿要弱了不少。虽然它也有侧枝和侧芽，但是和主干相比就显得太弱小了。这是我们掰过杆子之后又长出来的侧芽，长得比较慢，所以这种光杆茼蒿还是更适合密植，然后一次性的采收。接着后边这一大片都是大白菜，我们的大白菜种的比较多，是因为它比较适合冬储，可以保存很长时间。
可以作为冬天的主要蔬菜，同时也能用来腌制东北的那种酸菜，就是酸菜汆白肉的那种酸菜。看看很多白菜已经有明显的包心儿的趋势了，而且天气越冷的话，包心儿包得越瓷实。我们接下来挨着大白菜种植的这一片是娃娃菜，娃娃菜的颜色要稍微浅一些，而且叶片会光滑一些。娃娃菜的生长周期比大白菜要短，我们从9月份移栽菜苗到现在，大概也就是1个月左右的时间，大部分的娃娃菜就都已经包心儿了。其实现在这个包心儿状况就已经完全可以采收了，捏着已经比较瓷实了。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凉爽，让它们再稍微长一长，长大一些也完全没有问题。再往后这一片是芥菜，这些是叶芥菜，已经开始长菜苔开花了。这种菜的叶子和菜苔都是可以食用的，而且掰过之后还会不断的生长。这边这一片是大芥菜，是这种茎和叶会包起来的这种芥菜。看看这棵已经开始包心儿了，这一棵可以看到它的茎部开始膨大的趋势。我培育的这些芥菜苗里边还混了一棵这样完全不一样的芥菜，它的叶子比较小，有锯齿，杆子长得也比较长。芥菜的种类特别的多，就像生菜一样，但是味道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的。由于芥菜有一股特殊的青菜的味道，所以我感觉它更适合用来炒肉，或者是做各种的腌制菜。这边这一片是我们移栽种植的萝卜，主要是有这种白萝卜，还有这种青萝卜。我们以前都是通过种子直播来种萝卜的，很少用移栽的方式。而且一个普遍的认识就是，这种根茎类的植物一般都不太适合移栽。不过我们通过春天和秋天这2次萝卜移栽的实际效果来看，通过移栽种植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也颠覆了我们以往固有的一些认识。通过实际种植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用我们的育苗方式进行育苗和移栽，萝卜也是能够长得非常的好的，而且也有不错的收获。这些是移栽的芥蓝，也已经长得非常的粗壮了。我们吃的时候就把它整个杆子掰下来就可以了。这个是之前掰过的。我们把芥蓝掰下杆子之后，还可以继续再保留一段时间，因为它还能继续再生长侧芽。挨着芥蓝的旁边，我们还有这样一小片的茼蒿。茼蒿基本上种上个10棵左右就完全够吃了。接下来的这一片用无纺布盖住的，主要就是生菜类的蔬菜。现在用无纺布盖住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防兔子，还有防止被鹿吃掉。我现在把它打开来看一下。我现在把无纺布都给打开放到旁边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菜，这些是包心儿的原生菜，左边这一棵是没有被破坏过的，右边这一棵是被鹿给啃掉的。看看本来这些原生菜现在都应该是长成这个样子的，然后被鹿给啃过一次，就变成了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还有这个样子。接下来这边有几棵散叶生菜，离我比较近的这2棵长得比较小，所以当初鹿来的时候没有理它们。而离我远的这3棵就没那么幸运了，看看都被鹿吃成什么样子了。这3棵基本上就算是废掉了。然后我旁边还有一些原生菜，这些是没有被破坏过的。这些生菜过一阵子应该能有一个不错的收获。这棵又是一个被破坏过的，然后前面这些就是罗马生菜了。罗马生菜也都被鹿给光顾过了，这些是被鹿破坏的比较轻的，所以现在又缓过来了。像这种就是快被鹿给吃光了，基本上就算是废掉了。这边这一片是我后来补种的莴笋苗，当初这一片种的都是罗马生菜和莴笋，后来长起来之后都被鹿给破坏掉了。看看被鹿给破坏掉了这么一大片。如果当初没有被鹿给吃掉，莴笋应该已经长这么大了。这些是拔掉的被鹿给吃过的莴笋，这边还幸存了几棵。看看这些幸存下来的莴笋长得多好，本来这一大片莴笋都应该是长成现在这个样子的，现在只剩这一些补栽的莴笋苗了。如果说兔子是菜园里边的捣蛋鬼的话，那么鹿就是种菜人的恶魔。一般兔子的话只会破坏一些小苗，而且吃的也不算太多，所以在菜园里边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能跟它和谐共存的。但是鹿的破坏力实在是太惊人了，而且基本上来一次就毁掉一大片。
而且通常它都是趁我们的菜长得最好、最鲜嫩的时候来把它给吃掉。它来的时候，如果看到的是小苗，基本上它不太会理会，但是它会记住，过一阵子它会再来。基本上都是等苗长到这种程度，它就给吃掉，然后就走了。过一阵它再来。我的院子是有篱笆的，而且菜园还有另外一套铁丝围栏。一般情况下鹿是不来的，但是一旦被它发现有好吃的菜之后，它就会惦记上。而且一旦被它惦记上了，这些围栏的高度根本不算什么。我外层的围栏会低一些，所以它基本上原地就可以跳进来。内层的围栏会高一些，如果它要飞想进来的话，加个助跑也是可以做到的。今年我们是有点大意了，无纺布盖晚了。我们没想到这些鹿这么快就发现我们种了它们喜欢吃的莴笋、油麦菜和罗马生菜了。我们参观完菜园之后，我给这些菜稍微除草，然后我还需要赶紧把无纺布给盖回去。这些鹿晚上大概率应该还会来的。我们挨着莴笋的旁边是油麦菜，看看长得多喜人。我们从远处看一下，中间缺了的这一块就是被鹿给吃掉的。正常生长的油麦菜现在是这个样子的，长成这样基本上就可以开始采收了，现在是非常鲜嫩的。像这些生菜类的蔬菜，莴笋啊、油麦菜啊、罗马生菜啊、原生菜啊，除了鹿和兔子都非常喜欢，其实它是没有什么虫害的。所以这些菜对于我们有机种植者来说，算是入门级的蔬菜了。稍微有一点种植经验，只要不被鹿和兔子给吃掉，就会长得很好。另外，在苗的生长过程中，如果我们当初不是盖的堆肥土，然后种植的话，肯定会长出很多的杂草。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及时的把杂草给除掉。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耕除草。像菜苗长这么大的时候，进行中耕除草是最合适的。这些油麦菜是我们后来育苗移栽的第二批的油麦菜，旁边还有一些第二批的白菜。这片无纺布下边还有一些生菜、莴笋和油麦菜。我们一般都是分批种植的，这些是第二批移栽的苗。我们这些菜，尤其是生菜类，在秋天种植的时候，如果下雨比较多、湿度比较大的话，很有可能会生蚜虫。特别是如果盖上了无纺布的话，会导致空气更加的潮湿，生蚜虫的几率还是挺大的。如果发现了蚜虫的迹象，可以喷一些苦楝油和肥皂水的混合溶剂。这种溶剂是纯有机的，很容易就能把蚜虫杀灭掉了。关于配比和使用，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以前做过的一期视频。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片菜地的秋菜生长情况了。我这些散播密植的小苗是需要建苗的，同时也需要移栽一部分到其他的地里面。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有更多的蔬菜了。同时移栽到棚里面，可以让我们有更长的收获期，这样冬天就也能够有一部分蔬菜了。我们接着去看一下种植床和其他地方的一些蔬菜。我们有好几个种植床种植韭菜，这个是其中一个。这个是9月23号韭菜快速生长的秘密那期视频里边提到过的韭菜。当时收过韭菜花之后，给它割掉，然后施了肥、浇了水、培了土。之后长出来的韭菜已经被完全割掉一茬了，这个是新长出来的又一茬。这个现在又可以采收了。现在韭菜生长得特别快，基本上不到2周就可以采收一茬。春秋是韭菜最好吃的时候了。然后韭菜旁边还有这种紫梅豆。紫梅豆开的花还是非常的漂亮的，这一颗紫梅豆上边长满了豆角。紫梅豆的一大特点就是相当的好种，而且产量非常的大。它开花和结豆荚的时间，相对于其他的豆角品种来说，算是比较晚的。一般到了秋天才开始结豆荚，到了中秋和深秋的时候就会结满了豆荚。这个是我们另一个种植床里边的韭菜。我们10月7号的那期视频讲了韭菜的分根移栽。处理的就是这个种植床里边的韭菜，当时分根移栽的4丛韭菜现在已经长出来了。这边还有耙地的护子瓜，我们有圆的和长的2种，这是那种长的护子瓜。昨天我们已经采收下来好几个了。这边是我们的一颗野生的护子瓜，是在堆肥堆旁边长出来的，现在爬得漫山遍野都是。它已经结过很多的瓜了，现在还在不停地结瓜。护子瓜的生长能力实在是太强了。
这边是我们8月12号8月和我一起种秋菜那期视频里面提到过的茴香。这个茴香已经长得很高了，已经到了可以收割的大小了。我们昨天收割了一部分，做了点饺子和馅饼，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茴香的生长速度也越来越慢，所以这些茴香应该还能够持续收获2-3周。茴香旁边的这些葱，我们已经移栽了一部分到菜园的大地里面去了，剩下的这些我到时把它移栽到大棚里面去。当时那期视频还提到了萝卜、胡萝卜、香菜、豌豆等等。这个是当时种下去的豌豆，豌豆种的稍微有点晚了，所以我们就掐豌豆尖吃了。豌豆的旁边就是萝卜，这个是白萝卜，长得还是挺大挺不错的。里边的这些也是差不多已经到了可以采收的大小了。这个种植床里边的另一边种的是青萝卜，青萝卜有些个头长得也挺大的了，已经可以采收了。现在收下来的萝卜会辣一些，味道比较足。过了霜冻日之后，被霜打一下，就会变得非常的甜。这个萝卜的种植床里边比较靠边的地方种的是香菜。香菜如果是作为调味用的话，只需要种几颗就够了。我们这几颗香菜已经陆续采收了很长时间了，每次吃火锅都会过来摘一些杆子和叶子，然后调味用。摘过之后，它还会不断的继续的生长。这是另外一个种植床，当时在这个种植床里边撒的菠菜和茼蒿的种子出芽率并不高，主要是当时的天气还比较热，然后发芽的时候有2天水没有跟上，结果很多苗都干死掉了，存活下来的小苗也是长得参差不齐。所以种子在刚发芽的那段时间，每天浇水还是相当关键的，一不小心小苗可能就会被干死，然后就前功尽弃了。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7月16号的那期视频，投福稻开始种胡萝卜里边提到的胡萝卜。这个是当时撒种子种下的胡萝卜，早就已经成熟了。我们来拔2颗看一看。这是那种比较适合冬储的大的胡萝卜，看看长得还是相当的不错的。我再来拔一根，看看每一颗长得都不错，而且拔出来之后就有一股浓浓的胡萝卜的味道。我先放在旁边，等一会儿洗一洗带回去。接下来的这个是4月底5月初的时候移栽到地里面的花生，这些花生到9月下旬的时候就有一部分已经成熟了。这一片空着的地方就是我们陆续收获过花生之后留下来的。我再来拔几颗看一看。这个花生个头长得还是挺大的。这个花生是维吉尼亚的那种大花生品种，个头长得还是挺大的，产量也不错。我们当时这里面花生种植的稍微密了一些，所以说单颗的产量也就只能算是勉强合格吧。不过我们也是挺满意的了，我们防老鼠防兔子功夫总算是没有白费。我把它和胡萝卜放在一起，一会儿一块拿回去。晚上我们煮新鲜的花生吃。拔完花生之后，土里边多少还会剩一些，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再稍微挑一挑，把这些散落的花生也给捡回去。花生我们今年种了这样的2片，这2天我们就把它都收回去了。明年我打算再稍微多种一些。这边的这个种植床里边是我们7月9号小空间7月蔬菜的一种合理套种组合那期视频里边种下的菜，当时是移栽了毛瓜、辣椒、葱还有黄瓜。因为是7月初种的，所以黄瓜早早的就收获完拉秧了。现在这里边还剩下了大葱、辣椒还有毛瓜。我们7月24号那期视频讲解了整理黄瓜和毛瓜，然后后来又给它们追施过1次肥，后来除了定期浇水之外就没有再管过它们了。现在看来这种套种组合长得还是很不错的，看看这些葱已经长得非常粗壮了，然后是辣椒也结得非常的多。现在的这个已经是采收过好几次红辣椒和青辣椒剩下的辣椒了。看看另外几颗，上面也是还有很多，然后顶上也还有很多的小辣椒，也还在不停的开花。如果不是有霜冻日的话，它还会不停的长下去。
再来看看毛瓜，当时是在这个小空间移栽了6棵。当时种的时候是预期用来摘小嫩毛瓜来吃的，所以当时计划的是每棵能结3个瓜左右。后来是因为夏天的菜实在是太多了，就没轮上吃它们，所以就没有摘。最后就都长成了这种挂白霜的大冬瓜，我觉得每个可能得有20-30磅。这样虽然数量没有当时预期的20个那么多，但是总重量已经远远超出当时的预期了。我们数一数，这个地方就有6个特别大的，然后这边还单独有1个，这里边还有1个，这儿还有1个，现在是9个了。这儿还有1个稍微小一些的，这样一共是结了10个大冬瓜。这么小的空间，我已经是相当的满意了。接着我们再来看看那些苦瓜和丝瓜长得怎么样了。我在5月14号的那期视频讲了移栽丝瓜和苦瓜，喜欢大水大肥的爬藤蔬菜怎么种。那个时候移栽了丝瓜和苦瓜。后来又在6月15号的视频中讲了丝瓜和苦瓜的整枝和隐蔓。然后在7月20号的那个视频里边，又进行了丝瓜和苦瓜种植要点的总结。因为霜冻日很快就要到了，所以这些丝瓜和苦瓜已经到了最后的收获阶段了。因为深秋已经到了，瓜架早就没有以前那样生机勃勃的景象了。但是上边还是有很多的瓜的，收获到霜冻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昨天我们已经摘下了很多了，现在这些是剩下的。然后丝瓜也是一样，这是昨天摘剩下的，这边还有一些，昨天其实已经摘下了好多的丝瓜了。然后后续还有很多这样的小瓜，收获到霜冻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些这种大老丝瓜，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变成丝瓜瓤。上边其实已经有一些干掉的丝瓜可以用来做丝瓜瓤了。这边还有1个，这边也有2个特别大的老丝瓜，我们也等着它变干，然后做丝瓜瓤了。这些是我们当初移栽苦瓜的时候套种在苦瓜架下面的生姜，是这种中型的品种，不大不小。前一阵子我们拔了1棵，长得还是挺不错的。生姜是比较耐阴的一种作物，不太喜欢大太阳。今年尝试了和苦瓜一起套种，让苦瓜架给它遮了一部分阳光，最后的种植效果反而比我们以前住在露天的大地上阳光特别充足要好一些。明年我们再继续多做一些这样类似的尝试。这种套种既节省了空间，又有不错的收获，可谓是两全其美。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菜园的另一边，这边主要是种了冬瓜和南瓜。这一片的冬瓜我们也陆续采摘下来很多了，现在还剩下有6-7个吧。这些是老南瓜，没有数一共有多少个，只是随便这样找一找，还是发现挺多的。这边还有一些不成熟的嫩南瓜，还有很多这种带着花的小不点儿。现在我们来到棚里了，棚里面这个季节的菜不多，主要就是这一面豆角墙。这个是油豆角，现在是结了很多。看看这个油豆角长得多漂亮。中间这一片更多，不过被叶子挡着，看起来的效果并不是很明显。除了油豆角之外，棚里面还有一些黄瓜，这个是今年的最后一批黄瓜了。这个时候的黄瓜真菌感染还是挺明显的，不过已经快要拉秧了，所以也就不用管它了。这边这一丛是已经开了花的荷兰豆，已经有少量的豆荚了。这边还有一些用来吃豌豆尖的豌豆，这边还有一点我们做实验用的蚕豆，看看冬天的时候能不能存活下来，并且结豆荚。这一片是最近刚刚移栽到棚里边的茼蒿，这些茼蒿就是我们为冬天准备的蔬菜之一了。后边天气渐渐冷了，它们也会慢慢长大，然后我们就可以掰杆子来吃了。我们后续会慢慢的把大棚里边清理干净，然后陆续的移栽一些冬菜进来。这些是提前一些移栽进来的青江菜，这种耐寒的菜，秋冬寒冷的时候可以在大棚里面生长很长时间。最后这个棚里边最值得介绍的就是这种早春移栽过来的辣椒了。这些辣椒已经在棚里边待了半年多了，一直不断的有收获，辣椒一直是结个不停。按照现在这个趋势，再收获个1个多月，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各个阶段的辣椒，已经成熟的大辣椒，还没有成熟的小辣椒，还有顶着花的辣椒，还有辣椒花，还有红辣椒。总之就是还可以收获不停。
种植辣椒真的是太物超所值了。我们现在来到了菜园的另外一个角落，这里边种的是红薯。当初我们只是种了6棵红薯苗，看看现在长了这么大一片。红薯是非常好种的，当初霜冻日过后，我们就是施足了底肥，然后给它移栽下去。后边就是等到红薯苗大概长到2米多的时候，给它进行一次翻秧。翻秧就是这样，把红薯秧给它拉起来，然后翻一个个。这样做的一个目的，就是在苗长到2米多的时候，把它秧上长出来的不定根儿给拉断。这样的话，将来才能结更多的红薯，不然的话，养分就都供给给秧苗了。翻完秧苗之后，基本上就不用去管它了，就等着秋天收红薯就可以了。我这个地区9月底10月初就可以收红薯了。这2天我就把这些红薯都给挖出来收回去，到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年的产量怎么样。看看这儿还有2朵红薯开的花儿，就像是喇叭花一样，长得非常漂亮。红薯旁边这一片都已经爬到红薯秧上的，这个还是南瓜。这个是南瓜的雄花，这个是南瓜的雌花。雌花的下边是带着小南瓜的。看看还有蜜蜂在这采花授粉。这个是已经做果成功的小南瓜，这个是已经长起来的嫩南瓜。这边这个是已经完全长成熟了的老南瓜，这个时候的南瓜已经特别甜了。这边还有好多做果成功的小南瓜，这是另外一个品种的南瓜，也已经长得很成熟了，我等会儿就把它摘回去。这边是当初种毛豆的地方，当时的青毛豆没有完全收完，剩了一些，现在已经变干了，我这2天就把它收回去。看看剥开之后，这个黄豆长得还是挺饱满的。我们到时候多收集一点，可以用来打豆浆。这边零星还有一些西红柿，已经到了生长的最末期了。因为现在气温已经降下来了，所以这些青的基本上已经不能变红了。这儿还有一个已经变红的大西红柿，我等下把它摘回去。西红柿的季节现在基本上就算是已经结束了，零星还可以收获一些回去打打牙祭。这一片地呢，当初我们种的是西瓜。那些好的成熟的都已经收获了，现在还剩了一些，应该还有一部分好的成熟的可以摘回去。这2个看着就还挺不错的，过几天把它摘回去。听这个声音，差不多已经熟了。西瓜地的旁边，当初我们还套种了几颗辣椒，现在看起来长得也还挺好的。这棵上边还是有挺多的青辣椒的，这一棵上边更多一些。这一棵是小辣椒，也有很多都已经变红了。还有这种不太辣的大辣椒，这边还有一些。辣椒确实是太好种了，我感觉不管种在哪儿，怎么种都能长得特别好。种西瓜的同时也不浪费土地，套种起来之后能够收获很多的辣椒，也算是额外的收获了。然后辣椒的旁边，我们去年种雪里红的地方，今年又长出了一片，有的已经开花了。绝大部分都还非常的鲜嫩，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了。菜园里边种菜时间久了，常常都会有这些意外的收获。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这棵花椒树，隐隐约约的已经能看到很多的红的花椒了。看看这些，基本上已经可以采收下来了。站在花椒树下就能闻到浓浓的花椒味儿。这个回头晒干了调味儿，肯定是特别的香。然后是这棵小枣树，今年也结了一些枣，这棵已经熟透了，我们来把它摘下来。上面还有几颗红了的，我们也把它摘下来。然后是这边这个，这种半青半红的，通常也是很甜的，我也把它摘下来。这个品种的枣是梨枣，长得个头还是挺大的。本来这棵梨枣旁边还有一棵狼枣，用来相互授粉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棵狼枣的主干干死掉了。否则的话，2棵枣树今年都可以结枣，而且相互授粉的话会结得多一些。现在只能等明年看看这棵狼枣的小枝能不能长大开花结果了。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2盆蓝莓。
这个是我在5月17号的那期视频自制有机酸性土盆栽蓝莓中种下的蓝莓。当初夏天的时候已经收获过一次蓝莓了，现在秋天到了，又开始开花结果了。不过秋天的这一批果实应该是成熟不了了，因为后边天气越来越冷了。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2盆用种植袋盆栽的辣椒。我在5月2号的那期视频里边介绍了使用种植袋盆栽西红柿、茄子和辣椒。现在这2棵西红柿的生长季已经结束了，几乎就要废弃了。种茄子的种植袋在拉秧之后，我已经又给种上豌豆苗了。看看现在这几棵豌豆苗长得还不错。目前就剩下这2棵辣椒还在旺盛的生长。我在6月27号的那期视频里边介绍了辣椒的整枝、追肥、培土和支撑。大家喜欢盆栽种植辣椒的，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些辣椒我前面已经收获了好多批了，投入产出比相当的高，可以算得上是物超所值了。后边还在不断的开花结小辣椒，如果温度允许的话，只要水肥跟上，它会一直不停的生长。后面霜冻日到了，我会把它们搬到大棚里面去，这样能够延长1个月左右的生长期，让我们能够再多收获一点辣椒。我们盘点一下今天随手带来的收获，有一些各式各样的西红柿，有几个大红枣，还有几粒黄豆。然后我把这2个大西瓜也给摘回来了，还有就是胡萝卜和花生，一会儿洗洗就可以吃掉了。好了，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订阅、点赞和留言来支持我们。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